一口气了解个税，我简直是疯了，居然敢挑战这样的题目。烧脑指数是5颗星，直接就刷题吧。王富贵在 A 公司上班，工资是4000块钱一个月，一年是48000，请问要交多少的个税呢？开什么玩笑，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用交，根本不用交。前不久他被提拔为主管，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上有老下有小，仍然不够用。为了补贴家用，王富贵兼职去跑网约车了，收入是5万块钱一个月，一年6万块钱。A 公司再给他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这里就涉及到个税的2个所得类型了。什么意思呢？比如工资6000块钱是属于工资薪金所得，治安这个类目的，就是你和单位签劳动合同按月领工资的那部分。这笔在个税 App 里是这样子显示的：正常工资薪金，但是他晚上去跑网约车就是算劳务报酬所得了。为此我特意找了个网约车司机，让他给我看看后台的收入。你看，司机劳动报酬在个税 App 里就会显示一般劳务报酬。哪些算是劳务报酬呢？靠一单一单的提供服务获得的报酬，比如说是跑网约车、做直播、接设计、主持、讲课或者是演出等等。比如大明星来为品牌站台，或者是去拍个电影，都是算劳务报酬。只要是没有固定雇佣关系的，按次拿钱的，都是属于劳务报酬。那外卖员算不算是劳务报酬呢？也算的，但是如果平台给外卖小哥缴社保了呢，那就算是工资薪金所得了。工资薪金是单位每个月发放，属于长期稳定的收入了。劳务报酬是一次一次结的，活干完就结账嘛。在个税法里，收入分为了很多的种类，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经营所得等等。其他类型后面我们是会提到的。好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题目，第一步先合并收入。劳务报酬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在计入综合所得之前，要先减去20%的费用。为什么呢？因为跑网约车、做直播、接单子这些工作本身是有各种成本的嘛，比如说是油钱、设备、场地等等，甚至是体力和时间的消耗。国家税务部门是没有办法去逐笔去核算你的实际支出的吧，就干脆给了一个统一的比例，一律按20%扣掉，算是对成本的简化处理。那么王富贵兼职跑网约车，在算个税的时候，是不是要全部计入呢？不是的，6万乘以80%等于48000，综合所得等于工资72000加上劳务报酬48000，所以等于12万。第二步是减去免征额和专项扣除，以及是专项附加扣除，这3项是要扣除掉的。专项附加扣除需要自己在个税 App 里去操作的，比如你可以把赡养老人给安排上，凡是有符合的都要去填写的，都是能降低个税的。假设王富贵的专项扣除和附加扣除是3万块钱，那么减去起征点和专项扣除，应纳所得税额等于12万，再减掉6万，再减掉3万，所以等于3万了。第三步，套用综合所得税率，3万是属于3%档位的，不超过36000嘛，应纳税额是3万乘以3%，所以等于900块。王富贵工资加上网约车的副业、五险一金等等扣除掉，最终个税是900块钱。闲暇时间，王富贵还会去直播。让他意外的是，直播也是有收入的呀。以前平台是按20%直接给他扣除掉了，但是互联网平台收入不是有新的规定了吗？从2025年10月1号开始，靠互联网平台接单赚钱的人是要特别留意了。过去滴滴只管你在滴滴赚了多少钱，抖音只管你在抖音带了多少货，各个平台就像孤岛一样是互不相通的。平台结算的时候用的是按次预扣，年底再统一算总账嘛，结果常常出现2种极端。收入不高的人全年是多交了，只能等来年汇算清缴的时候去退嘛。收入高的人则可能是预扣少了，年终一合并，突然发现要补一大笔呢。新规上路之后，平台就要用累计预扣法了。你的所有平台的收入将以身份证为单位被合计统计了，实时更新到个人累计的收入。第
滴滴、高德、抖音、家政、知识付费等等，只要是用同一个身份去注册的，都会被拉到一张总表里边。每个月结算的时候，平台不再单独算税，而是按你今年以来的总收入来预扣了。对于像王富贵这样子的多平台打工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以后不管是白天开网约车，晚上直播带货，周末还接家政的活，收入都会被自动汇总的。这样不会被多扣，但是也让分散避税无处可逃了。好了，讲完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我们接着讲经营所得。王富贵觉得这样子赚钱还是太慢了，得做生意啊。他加盟了狮子奶茶店，注册了个体工商户。2025年全年总收入是20万，这种收入就不再算工资薪金或者是劳务报酬了，而是经营所得。那什么是经营所得？这个是官网的标准答复。通俗来讲，只要是你自己当老板的，自己干生意的赚的钱就是属于经营所得。开奶茶店、开服装店、开网店都是属于经营所得。自己办培训班、办诊所或者是做咨询服务都是经营所得。总之是自己当老板的。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和费用以及是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所得税额。那我们来继续做小学数学题。狮子奶茶店全年总收入是20万，成本费用是10万块。第一步要算应纳所得税额了，等于总收入减掉成本费用，就是20万减掉10万，等于10万块钱。第二步，套用经营所得税率表，王富贵的应纳所得税额是10万块钱嘛？那是不是应该落在20%的档位呢？不对，经营所得得适用5%到35%的超额累进税率，必须是分段计算的，而不是一刀切的。1500加上6000再加上2000等于9500。王富贵的经营所得需要缴纳是9500，但是实际上税务和财务是不会像我这样子去分解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应税所得率，再减掉速算扣除数就得出来了。那为什么要算得这么复杂呢？公平。挣得少的人只要交一点点的税，挣得多的人前面低的部分照样是按低税率去计算的，但是越往后额外的收入是要交更多的，这样既保护了低收入人群，又让高收入人群就多交了一些。这种超额累计进税跟单一税率它是有区别的，比如利息、股息、红利这样子的。王富贵看到股市那么好，也成了一个股民啊，买了狮子奶茶的股票，巧了遇到上市公司分红，分了10万块钱呢。那这10万块钱是按20%缴纳吗？也不是的，看持股期限。如果王富贵持股16个月之后获得了10万块钱的分红，可以全额免税；持股6个月需要缴纳10%，也就是1万的个税。那如果20天呢？那就是20%的计算。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了引导投资者摒弃短期投机行为，鼓励长期投资。这就是2025年9月1号起的新政，股民的个税 App 就会显示证券公司已经帮他代扣代缴了。那如果狮子奶茶的股票买入价是10块钱，卖出价是15块钱，赚了5万块钱，那怎么交税呢？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意思就是炒股不交个税。那如果王富贵把闲置的房子拿去出租呢？要交税吗？这个属于财产租赁，不过房东出租方面好像是有新的规定，如何缴税的细节我还没有仔细的攻略过。如果你想听，我就要去硬啃了。那如果王富贵把房子卖出去呢？这个叫财产转让，卖房卖车盈利了都是要交税的，亏本买卖就不要交了嘛。所以在做过户手续的时候，他们是仔细要审核的，怕你逃税嘛。那如果王富贵买了彩票中了500万呢？这个叫偶然所得，反正收到的也只有400万，20%已经扣完了嘛。好了，我快说完了。为了写这篇稿子，我是找了会计咨询，还有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以及多次打12366客服电话，客服人员很耐心的一遍一遍的给我解答。但是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财税人员，文中难免仍有理解或者是在计算上的疏漏，在参考的时候还请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请以官方规定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为准。
其实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一个感受，自己以前交了那么多年的个税，细节真的是搞不太清楚的。个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烧脑呢？因为个税它不是一刀切的，而是要尽量照顾到千千万万的情况。有人只有工资，有人是副业不断，劳务报酬、稿酬都是有的。有人创业开店要算经营所得，有人炒股拿分红，有人还要养娃、赡养老人，还有还房贷。这些肯定是都要考虑进去扣除的嘛。如果只是用单一的税率，肯定是有人觉得不公平，所以才会有各自的分类。其实每一条规则的背后都是为了公平，挣得少的不交或者是少交嘛，挣得多的就要多交，有负担的就要给你扣减嘛。既要让普通工薪族不至于被压垮，又要保证高收入人群多贡献一些，同时还能兼顾养老、教育、医疗这些实际的压力。这些政策的制定好像是还蛮难的。好了，不说了，我的 CPU 已经是烧坏了。再见。这篇文章建议再看看文字版本会更加清晰的。好，写在书房里了，再见。